艾特你的大冤种一起去看这部2024最新悬疑恐怖片《飞头蛮》完整版。故事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讲起。某天夜里，在印尼的某个茶厂，工人傻强喝了一点白酒，昏昏沉沉睡去。突然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就爬了起来。哇塞，一个女飞头蛮冲着他扑来，吓得侧身要跑。傻强就这样领了盒饭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了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在随后的一周内，茶厂陆续死去了5名工人，基本上不是被吊死的，就是被勒死的，搞得茶厂人心慌慌。警方开始深度调查，他们发誓找出凶手，绳之以法。3个月后，茶厂的老板丽丽和丈夫阿杰从国外度蜜月回来，茶厂的总管老卡负责去接他们。阿杰似乎在茶园看见一只阿飘站在那里，吓得阿杰抖3抖。丽丽用眼睛瞪着他，阿杰也不敢说话。回到别墅，夫妻俩安顿好以后，丽丽就去茶厂了解经营情况，这才知道近来茶厂生产很不稳定。技术负责人表示，主要是恶劣天气造成的，其实还有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茶厂死人了，但是没有人敢对丽丽说，也就是等于说丽丽什么都不知道。回到家里，阿杰表示他看见好多奇怪的东西，问题是为什么丽丽就不害怕？丽丽走了过去，拉住阿杰的手，明确告诉他，大家不是说好开启新生活吗？阿杰不再吭声，于是两人就睡去。半夜，丽丽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，然后一个人在床上痉挛，吓得阿杰赶紧叫醒丽丽。阿杰觉得自己搞不定了，就大声叫老卡来帮忙。老卡一听见呼救声，赶紧跑过去，而屋内的阿杰转身又去照顾丽丽，可谁知竟然被他一脚踢飞。哇塞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啊？还好老卡及时赶到，拿起一杯水，一边念着穆斯林的经文，一边把水洒在丽丽的身上。这下丽丽醒来，然后把老卡臭骂了一顿，意思他擅自跑进他的房间，接着就把老卡赶走。而阿杰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他简直就是妻管严。不过谁让阿杰是个倒插门的？临睡前，丽丽再次跟阿杰交代不准让外人进来。隔日晚上，阿杰到书房看书，突然收音机发出声响，阿杰怎么摆弄收音机都不听使唤，气得阿杰把后面的电源线拔掉，收音机竟然还能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吓得阿杰撒腿就跑。回到卧室刚把门关上，此时就看见丽丽在床上又开始痉挛，而且一只手指向窗户。阿杰顺着看过去，哎呀，窗外有个飞头蛮，吓得阿杰赶紧大声呼喊老卡来帮忙。老卡照旧跑上来，可刚到卧室的门口，整栋楼就停电了。两人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，就看见丽丽被拦腰吊在半空中，老卡念着经文，丽丽很快被放了下来。这时电也来了，丽丽清醒过来，照旧把老卡大骂一顿，再次强调未经他的允许不准老卡进来，就是阿杰叫他来都不好使。阿杰也是无语了。隔日阿杰闲着无聊看报纸，上面有一篇关于市长的夫人请驱魔师的报道，而那个驱魔师正是他的高中同学小帅，他现在还是某家医院精神病科医生。随后阿杰来到医院，恰好看见一位被附身的病人是如何被小帅驱魔的。阿杰觉得小帅果然有些真本事，于是主动上前打招呼，然后就邀请小帅去帮他驱魔。随后小帅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别墅，小帅这才知道阿杰是本地首富的女婿，表示无比的羡慕。聊半天，小帅就开始干活了。他在卧室里放置一杯药水，特意交代阿杰放置1晚，到明天这个时候水变成了黑色，就说明他们夫妻俩就被恶灵缠上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丽丽走了进来，看见这一切也不想认识小帅这个人，直接把他就赶走了。在晚餐的时候，阿杰小心翼翼地把请小帅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这可把丽丽惹火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世上有鬼，更何况他的母亲已经过世。刚说完，瞬间屋内就停电了，这个可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很明显有鬼在这栋楼里捣乱。丽丽吩咐阿杰去点燃蜡烛，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把火柴吹灭，顶部的小窗还被吹开了。阿杰吓得连连退步，竟然还退到丽丽的身后。丽丽嫌死了这个没有用的男人，就把火柴拿了过来点燃。突然饭桌上出现了飞头蛮，吓得阿杰直接晕倒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。丽丽反倒不害怕，只是瞪着大眼睛望着那个飞头蛮。隔日阿杰一病不起，丽丽只好把小帅请了过来。阿杰拉着小帅的手，意味深长地表示他见到了飞头蛮。小帅就顺便看了一眼那杯水，果然变成了乌黑状。丽丽坚定地告诉小帅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飞头蛮除掉或者赶走也行。小帅于是就开始收集资料，
他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很快他搞清楚了，丽丽的父亲死后不久，他的老婆西达竟然失踪了，但是他的女儿丽丽却没有去警察那里报过一次案，这个就让小帅百思不得其解。要不是西达是丽丽的亲生母亲，他都怀疑是丽丽做了什么坏事。隔日晚上，小帅竟然拿着自己那些驱魔的物料，跑到丽丽家里先开始招魂，这可把丽丽气坏了，立即阻止小帅这么干，因为这跟他的要求完全相反。小帅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他的意思是飞头蛮的形成是有原因的，必须把那个飞头蛮找出来问清楚才能除掉他。丽丽坚决不同意，明确的告诉小帅，他不想知道什么原因，只想快点让小帅把飞头蛮搞定就好了。如果他搞不定的话，他立刻就请其他人来驱魔。小帅只好答应了。隔日，小帅带着行李住进了这栋别墅。阿杰特意安排小帅住进一个威廉先生的办公室，这位威廉就是丽丽的父亲。在这里，他拿着全家合影就问老卡，西达去哪里？老卡赶紧拿过相片跑步放回去，而且是把相片反面放置，这是老规矩了，老卡照旧不能破坏。然后老卡就把报纸上的猜测重复说了一遍。西达夫人应该是回到威廉先生的国家荷兰生活，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。再想问点啥，老卡就赶紧走了，不想多说一句。其实小帅还是在拖延时间，他就想知道这个飞头蛮到底是从何而来。隔日晚上，小帅假借除魔仪式，其实是搞的是招魂仪式，终于把飞头蛮召唤出来。可是飞头蛮根本不听使唤，直接冲着丽丽飞来，还要丽丽把身体归还给他，而且头一摆还差点把阿杰甩到地上，紧接着死死追着两人不放，仿佛跟他们有多大的仇恨似的。还好小帅及时出现，把飞头蛮抓走，把他扔回他该在的空间，这下恢复了平静。但是小帅却渐渐发现，西达夫人应该已经过世，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，西达已经变成了飞头蛮。但这只是猜测而已。直到一天，别墅里的帮工二傻带着小帅来到一个地方，你别看他外貌像傻子，可是他心里像明镜一样，而且他还看见了一些他不该看见的事情。在这里，小帅见到了西达的亲戚梅姨，他已经等小帅很久了。随后梅姨就讲起了往事，原来西达从小就梦想嫁给一个有钱人，虽然他有好看的样貌，可是生活照样平淡无奇。后来西达着急了，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灵媒，通过他召唤出一个恶魔，然后西达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，以此换取物质上的改变。果真从那天起，西达就像是花朵一样的绽放，吸引了镇上男人们的瞩目，直到遇见威廉先生，这可把威廉迷得不行不行的。第二天就果断娶了西达为妻子。西达的目的似乎达到了，但是随着女儿丽丽的出生，西达感到自己的梦想被丽丽偷走了，所以从小西达对丽丽就不好，有几次还差点让丽丽从高山的悬崖上掉下去。还好威廉及时赶到，从此威廉觉得西达是个坏女人，开始疏远西达，这引起了西达极度愤恨。直到丽丽17岁那年，威廉得了重病快不行，就立了遗嘱把财产要留给丽丽。这下西达的愤怒全面爆发，又是拿刀又是拿枪的，他要威逼威廉更改遗嘱，而且明确告诉威廉，他嫁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钱，如果他不同意更改，他会杀了丽丽的。但这事哪有那么的容易，双方就这样僵持下去。终于在某一天，威廉卧床不起，医生指派了护士阿杰来照顾威廉，不过他私下里跟丽丽谈起了恋爱。一天西达等不及了，真的要对丽丽下手，这就迫使重病在床的威廉更改了遗嘱。某天威廉感觉身体好点，就把丽丽单独叫了出来，然后把西达出卖灵魂给恶魔的事情告诉了丽丽，然后给了丽丽一本小册子，让丽丽在关键的时候照着本子上的做法去执行，这样才能让丽丽不受西达的伤害。她实际上已经不是丽丽的母亲了。之后西达觉得威廉不死，他就没有那么快的继承遗产，于是就许诺给阿杰1/4的遗产，还当着威廉的面故意勾引阿杰，这下终于把威廉气死了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可是一转身就被早已拿着刀的丽丽冲进来，一刀砍下头颅。在丽丽的心目中，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她的母亲，而是个准恶魔。事实上也是这样的。随后两人就把西达的尸体分开安葬，因为西达是被恶魔拿走过灵魂的人，所以一旦头颅和身体分开安葬，西达就会变成飞头蛮，然后回到人世间索要他的身体。后面茶厂发生的那些怪事都是飞头蛮所为。回忆完了，梅就告诉了小帅的使命，就是结束这个诅咒，只要在凌晨2点把西达的头颅和身体合葬，就能彻底破除这个诅咒。小帅就答应了，可是他一出门就被埋伏在附近的阿杰刺死，然后命令二傻把小帅埋了。你说这个小帅死的是不是太冤了？与此同时，飞头蛮趁着阿杰不在家，
就找丽丽的要回身体，丽丽就是不肯，她觉得不能跟恶魔做交易，双方就在屋子里闹下来，而阿杰就去埋葬西达的地方，他要把西达头颅和身体合二为一，重新埋葬。随后飞特曼就对莉莉发动了最后攻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阿杰那边合葬成功，飞特曼消失了，终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夫妻俩开始了新生活。但是到了晚上，那个恶魔出现了，他是来找夫妻俩麻烦的。首先就把阿杰推下2楼领了盒饭，接着莉莉遭到了攻击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老卡带着阿轰赶到，在阿轰的驱魔之下，恶魔被打回了地狱，救下了莉莉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后半部分有些拖拉，不够紧凑，可能为了拉长时间的缘故，不过大部分的印尼恐怖片都是这么拍。本片的故事设定是飞头蛮，这个在印尼恐怖片中还算首次，看样子本土的各种恐怖元素都拍完了，只好拿飞头蛮说事了。其实东南亚的多数恐怖元素的源头都是来自中国的古代神话，前期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不错，特效也是用心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。